在人山人海的机场中，王一博一如既往的低调，黑色帽檐压得很低，冷静的表情仿佛与世界隔了一层薄雾。然而，那天粉丝的镜头捕捉到一个细节，他背包上挂着一个毛茸茸的小怪兽玩偶，灰蓝的颜色，圆圆的眼睛，带着点调皮。起初没人觉得那有什么特别，但当有网友查到那竟然是限量合作款 Fendi Monster， 市价高达100万元级别，全网瞬间炸开。人们惊呼，那只是个挂件，一个挂在背包上的小玩意，怎么会值几百万？然而，这不仅是奢侈品牌的噱头，更是一段关于收藏、美学、情感与身份象征的故事。这只小怪兽不只是玩偶，更是一个象征，象征着王一博的低调奢华、独立审美和极致细节控。他从不炫耀，却用每一个细节告诉世界，真正的价值往往藏在最不被注意的地方。王一博的风格从来不是浮夸的，他不爱张扬，却擅长用细节表达态度。那只挂件之所以引起轰动，不只是因为它贵，而是因为它太符合王一博的性格。在娱乐圈中，许多人用名牌、豪车、珠宝定义成功，而王一博用一个小小的挂件，展现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。品味并非炫耀，而是内在秩序的延伸。他喜欢收藏，也喜欢独特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王一博拥有的限量物品往往并非最贵的，但一定是最稀有、最特别、最有故事的。他的美学不是有钱的展示，而是懂得的沉默。那只小怪兽就像他自己，外表安静可爱，却藏着力量与锋芒。它既代表童心，又象征独立灵魂。那种表面温柔，内在倔强的气质，与王一博本人几乎重叠。这件小小的饰品引发了粉丝们的一场文化考古。有人开始研究他的设计师背景，有人翻出品牌历史，还有人探讨王一博选择它的原因。渐渐的，这个挂件成了一个社交符号。有粉丝在评论区写道：“我们不是在看一只玩偶，而是在读懂他选择的世界观。”这句话引起了无数共鸣。的确，王一博的每一次选择，从穿搭、摩托、滑板到挂件，都有一种一致性，冷静、自我，不迎合。这也让人重新思考，为什么一个明星的生活细节能引起如此大的情感波动？因为人们渴望在偶像身上看到真实与独特。那只小怪兽成为了粉丝心中一种象征，一种不用解释的个性。当话题被推上热搜，很多人开始争论，王一博是不是太奢侈？为什么要挂那么贵的东西？但若仔细看，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价值的误解。奢侈不在于价格，而在于稀缺与表达。对于王一博来说，那并不是炫富，而是审美的延伸。他热爱速度、极限、艺术与独特感，那只小怪兽正好融合了这些元素。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守护者与反叛精神，与他一直以来的形象完美呼应。从外在看是玩偶，从内在看是一种精神图腾。他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，不要害怕表达自己，即使别人不理解。这或许正是他成为时代偶像的原因。王一博曾在采访中说过，我喜欢有些小东西陪着我。这句话简单却意味深长。对于一个常年奔波、日程排满的艺人来说，那些看似无用的小物，往往是他们心灵的锚点。那只小怪兽也许不仅仅是奢侈品，它可能是某段记忆的延续，或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在舞台背后，王一博是个安静的人，他用极少的言语表达世界，却让粉丝从每个细节中感受到温度。也许那只怪兽是他的守护神，守护他的孤独，见证他的成长，陪他穿越人群与闪光灯。在光芒背后，那个小怪兽成了一个无声的伙伴。而这种温柔的细节，正是它让人无法移开目光的原因。从一个玩偶到一个符号，这背后是文化传播的奇迹。在短短几天内，王一博小怪兽挂件相关话题浏览量破亿，品牌迅速被带火，仿制款在各大平台售罄。人们惊叹它的带货力，但忽略了更深层的现象，价值被重新定义。
那不是一场简单的消费狂欢，而是一种偶像影响力的哲学实验。它证明了，在这个时代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，不是豪华，而是情感共鸣与自我表达的真实。这就是王一博效应。他不刻意创造热点，但他的真实让每一个细节都变成故事。那个小怪兽成为了他精神世界的一扇窗。长期以来，王一博的风格被粉丝称为极简中的锋芒。他不追流行，却能引领潮流。他不解释自己，却总让人想去理解。那支挂件的意义，正如他的音乐、赛车与舞台，都在表达自由、独立，不被定义。他不需要言语，也能让人看到他灵魂的形状。这种无声的表达，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。他把个性藏进最细微的事物里，而当人们意识到那支挂件的价格时，已经太晚。他们早已被那份独特吸引。粉丝对王一博的关注，已经不只是追星，而是一种情感投射。他们从他的选择中寻找共鸣，从他的态度中学习自信。当他们发现那只小怪兽时，内心其实在想，也许我也可以像他一样，不解释自己，但依然被理解。这就是偶像的力量。他用一个细节，让粉丝看见了真实的自我，也值得被喜欢。那种精神力量，比任何奢侈品都珍贵。艺术并不总是高高在上，它也可以藏在一个挂件、一件衣服、一种微笑中。王一博的选择，不是为了展示，而是为了传递。那只小怪兽是他无声的语言。在嘈杂世界里，他用这种方式对自己说，做自己喜欢的，守住内心的纯净。这就是艺术，一种让人通过细节理解灵魂的力量。当我们回头看这整个事件，会发现这不是关于奢侈，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人与物的心灵契合。那只小怪兽是一个窗口，让人们看到王一博的世界。真实、温柔、独立、倔强。在那个背包上，它闪烁的不只是品牌的光泽，更是一个人心底的信念。也许你也有一件这样的东西，它不起眼，却能让你感到安心。那就是你的小怪兽。王一博用一个挂件，告诉了世界一个简单的道理：细节决定格局，安静也能震撼。真正的价值，从来不是别人说的贵，而是你自己定义的意义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们习惯在闪光灯下寻找答案，却忽视了藏在袖口、鞋带、背包挂饰里的微小真相。王一博和他那只价值连城的小怪兽，正好揭示了一个被频繁误解却极为重要的命题：星号何为真正的价值？星号不是天价标签，也不是他人眼中的炫耀，而是一个人如何用细微之物表达自己的历史、情感与美学判断。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件商品被放大，而是一种生活逻辑被照亮。在庞大世界里，选择某个小物并让它常伴，意味着你在为自己立一个无言的仪式。这个仪式既安抚孤独，也让自我记忆有着具象的载体。当网络放大了所有符号后，任何一个看似无害的细节都可能成为镜子，映出追随者的渴望与不安。粉丝们为挂件狂热，不只是追着价格走，而是在寻找一种可能，通过偶像的选择，找到一种被认同的生活方式。那只小怪兽被赋予了守护意味，被投射了故事性，从此它不再是玩偶，而是身份的注脚，叙事的线索。于是我们不得不问，你心里的小怪兽是什么？是一件旧物，一段记忆，还是某个无法言说的信念？最终的信仰不是口号，而是每天的一次选择。你把什么带在身边，决定了你以何种姿态进入世界。王一博的选择教会我们一个温柔但坚定的原则：真正打动人的，从来是那些愿意被看见，却无需被解释的细节。细节连成故事，故事构成世界。在那不停滚动的镜头背后，静默的信仰永远比喧嚣更有力。每一次分享结束前，我都想和你做一个心与心的交换。我把故事讲给你听，你把感受留给我。
感谢你花时间读到这里，感谢你愿意在无数散乱信息中停住在这样一个微小的